真正让跨境老炮和离岸大佬们上头的是他家既要合规又要骚操作的实战功力。嗨，大家好，我是独立离岸顾问，上关注我，让你全球都有人。海外合规开户一直都是个人资产配置的核心一步。我们在此前的分享中陆陆续续出了好几期关于海外开户甚至是开信用卡的内容，也收到了大量的咨询和纷至沓来的好评。新加坡由于其非常发达的金融环境、相对自由的金融政策以及备受认可的中立环境，在现在中东地区仍在冲突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下，受到了越来越多境外开户朋友们的追捧。新加坡之所以金融环境发达，很重要一点是它并不要求大家在新加坡当地工作和生活，开户和使用只要全程合规，后期用起来是非常稳的。曾经出现的大面积关户事件只会再也不见。其实在新加坡的离岸开户，除了大名鼎鼎的 OCBC， 还有一个看上去不那么亮眼，但在某些地方功能更强大的开户选择，那就是 Maybank。 看到这里，屏幕前的朋友们肯定有疑问了，这个虎头虎脑黄不拉几的银行是个什么来头？懂行的朋友们可能还知道，它是个新加坡的外劳，是来自邻居家马来西亚的外资银行。今天上想在此跟大家分享，其实它还是整个东南亚地区最大的银行之一，还拥有新加坡银行超一流的离岸开户政策。当我们在新加坡 Maybank 开户时，不仅能实现你离岸中转的所有功能，还能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究竟是什么让这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在新加坡这个国际舞台上展现出更多的魅力呢？它到底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甚至被不少朋友们称为资产的战略堡垒，以及新身份的开户神器。话不多说 ，Let's get into it。一、安全性。1960年横空出世的 Maybank 可不是普通的青铜级选手，人家开局就是马来西亚金融界的天选之子。虽然经历过包括97亚洲金融危机等风波，被政府接管整顿，但这一波操作反而让它的资本充足率直接飙到超国际标准，妥妥的满血复活。如今作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第4大银行，正好排在新加坡 DBS、OCBC 和 UOB 之后。Maybank 新加坡分行更是叠加了新加坡金管局 MAS 和马来西亚央行 BNM 的双重 buff。 想查账得先问问这2个国家是不是都一致同意，不然直接免谈。2022年在 Brand Finance 全球银行品牌价值榜排行第74位，妥妥的东南亚地区 No.1。福布斯虽然没有明说，但光是总资产破1000亿美元，覆盖18国的网点布局，就能够让同行难以望其项背。还有一点大家可能不知道，他还和来自中国的杭州银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左手签一个一带一路项目，右手给中国电建砸钱，在东盟最大的海上风电项目上屡显身手。有这么多大佬的背书，这格局直接就是把安全2字焊死在招牌上。对于非常在意资产保密和相关规划的老铁们，到这里可能要敲黑板了。Maybank 的新加坡分行在新加坡保密法的 buff 加持下，让资产泄密几乎不可能。如果不是新马2国法院铁令，连反贪委都撬不开他们的账户。当年马来西亚反贪委吐槽，查新加坡账户比登天都难。这波反向认证直接把保密级别拉到瑞士 Plus， 所以在安全性方面 Maybank 的表现可谓是非常的可圈可点。把钱放在这儿，你在钱在，你不在钱也在。而同样是在新加坡离岸开户的大热门华侨银行和渣打银行，可能在这点表现上就不如 Maybank 那么夯实的基础了。相比之下，华侨银行又受到了新加坡金管局的强力监管，而且私人控股的家族背景，稳定性比较依赖市场表现。当然，这也有更加灵活的优点，值得不同玩家的尝试。在安全性方面，我给 Maybank 4.5颗星。当然，安全只是基础，真正让各位土豪玩家连夜搬钱进 Maybank的是它能够把稳如泰山和骚操作都玩出花。2、实用性。光有安全 buff 还不够， Maybank 真正让跨境老炮和离岸大佬们上头的是他家既要合规又要骚操作的实战功力。东南亚10国转账，直接上实时到账加 0.1% 手续费，比点外卖还利索。想玩点高阶的东盟债券、ESG 绿色融资，
直接给你塞进投资盲盒。东南亚搞钱风口一抓一个准，这都是 Maybank 的核心竞争力。毕竟是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银行，这都是它的基本功。他家的 App 同时能够管9种货币，企业开户直接视频通关。虽然界面没有中文，确实稍有不便，但是配上双语的客户经理和高端定制的服务，对接本地资源网络，你要一条龙搞钱，那它就是那条龙。说到实用性的终极杀器，还得提他家小国护照友好度拉满的隐藏技能。你以为那些揣着土耳其、多米尼克、圣多美护照的老板们图啥？还不是为了税务规划，让家族资产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 CRS 的眼皮底下？但现实往往骨感，带着加勒比小国身份去 OCBC 开户，柜员看你的眼神堪比海关查走私，非得让你解释为何千里迢迢从那个热带岛屿跑到这儿来存钱呢？想在渣打远程开户，人家反手甩你一张30页的问卷尽职调查，从护照、资金来源到岛上别墅门牌号，问得比美国 FBI 还细。最后扔一句，请本人到新加坡来面签，直接让躺平搞税务筹划的老板们梦碎樟宜机场。如果你只是拿一本全新的小国护照，甚至很有可能被要求提交前国籍的弃籍证明。开个户的代价就是丢掉原国籍的护照。这亏本买卖谁做呢？但是 Maybank 的这波操作简直是小国护照玩家税务隔离的物理外挂。别人走迷宫，你抄近道。小国护照那可是 VIP 入场券，他根本不 care 你拿的是圣多美护照还是多米尼克的火山岛身份，更不介意你用的是哪国的税号。视频开户10年，为何选我们银行？这种送分题都懒得问。4到6周直接给你账户密钥塞邮箱，随即寄出实体卡。这背后的逻辑才叫绝，人家吃透了东南亚土豪们既要合规又要深藏功与名的刚需，干脆所有的事情依法办理，绝不擅自加戏。你护照合法，系统秒过；你想玩税务套利，那是你自己的事，与我无关。这种看破不说破的默契，简直是小国护照玩家和银行之间的地下接头暗号。难怪我们会员群里的一位东南亚大佬也私下告诉我 ，Maybank 是他用过最好的离岸银行。但这也不是说 Maybank 会放弃 KYC 审核，只不过它的审核更具有艺术性，更具有灵活性。这种美只有亲自开过的老板们才知道。在实用性方面，我给 Maybank 4颗星。当然，光夸实用不聊成本，那就是耍流氓。这家看上去非常香的 Maybank 会不会只是叫好不叫座的费用刺客呢？现在我们就来扒开他家的费率表，看看这波身份魔术到底烧不烧钱。3. 经济性。搞钱圈有句黑话，离岸账户玩得溜，一半看功能，一半看费率。而 Maybank 最骚的操作就是把新加坡金融服务卖出拼多多的价格。先说基础操作，个人账户开户存个1000新币当门票，平时账户躺够3000新币就能够免管理费。还是不够呢？那每个月也就是扣杯奶茶钱。本地转账更是白嫖党的福音，转自家账户免费，转其他银行顶多收个0.5新币，在当地711买瓶水可都要5新币。海外转账虽说官方没有明码标价，但实测东南亚跨境手续费1/1000封顶，隔壁渣打敢收1%，还摆着臭脸呢。这差价够你买张机票飞到吉隆坡开香槟了。当然，江湖老鸟都懂便宜必有坑的定律，但 Maybank 愣是把这个坑填成了护城河，半年内销户罚50新币。比起汇丰动不动锁账户的骚操作，这顶多算是个分手费。每月8.5新币管理费 ，OCBC 同级别账户直接翻倍。说白了，这就是这家价格刺客藏在功能里的银行。你以为薅的是羊毛，其实人家早就算好了，你要用跨境债券、ESG 融资这些高阶玩法来补票。但真正的离岸大佬从来不会在意这些细节问题，只要资产安全保护，其他一切都好商量。在经济性方面，我给 Maybank 4.5颗星。如何开户？看到这儿，有的老铁就拍大腿了。Maybank 这么香，我现在飞新加坡开个户。停！这波操作堪比用诺基亚砸核桃，心是好的，路子是野的。如果你直接单枪匹马去开户，首先带上你的护照、身份证、收入来源证明，在网上填写几斤重的 KYC， 可由于是旅游开户，成功率比中彩票也高不了多少。哪怕是磨破了嘴皮，最后恐怕也只能开下来一个普通账户。
风控严，限额低，一不小心就被银行打电话关照，比在泰国买头大象都更不方便，怎么用怎么不舒坦。我还是更加建议做好充分的准备，直接开下 Premier Banking 高级账户。虽然需要30万新币的门槛，但是花钱能够买个安心，账户后期也用得放心，就怕一时贪图简单和便宜，最后还是得长点心。通过我们全球人团队的实测和专属经理合作，我们也找出了一条相对容易的开户通道，甚至可以直接给你免除开户门槛，免除账户管理费，直接零成本享受堪比 VIP 还 VIP 的高端服务。如果你对这里的方法和细节还拿不准，那欢迎通过私信咨询我们。Maybank 起源于马来西亚这个东盟一哥，发扬于新加坡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它和新加坡华侨银行、渣打银行正在形成新加坡资产配置的铁三角。如果你需要更为简单快捷的开户服务，钟情于东南亚资产配置和调拨，需要用一个全新的离岸账户来守住资金的大门，甚至开始已经用小国护照全球布局 ，Maybank 那就选它了。当然，它也可以承担起你投资全世界的资产配置蓝图，为你的全球化生活提供一臂之力。如果你希望全权委托式的财富管理，也希望在美国、新加坡、香港、中国大陆享受更多的便利，或者直接打算在新加坡配置信托资产等等，华侨银行也是相当不错的选择。如果你的目标是星辰大海，需要使用全世界范围内做富球级资产配置和资源管理，新加坡渣打可能是更加合适的选择。虽然开户门槛可能会更高，甚至可以说是无比的繁琐，但是怎么说呢？好事多磨，每一步都算数。开户是有门槛的，但它绝对不是你的天花板。OK， 各位老铁，关于 Maybank 的开户话题，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分享到这儿。看了今天的视频，如果你也对 Maybank 银行开户感兴趣，或者更中意新加坡的华侨或者渣打等等银行，想要进行相关的配置，都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交流，或者直接私信我们，我们一起研究研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打开小铃铛，别错过更多关于全球资产配置的劲爆内容。顺手牵羊，在动荡时代为企业家重建全球资产与身份结构。我是Sean，我们下期见，拜拜。